第14章 BZ3 课程，顺时针右手套圈绑线。BZ3 的内容是练习用右手以顺时钟的方向来操作套圈绑线。此练习会用到问号形状的绑线辅助器。如果你不知道绑线辅助器是什么，或者想知道如何安装，请参考影片。使用画板、更换手术垫、安装问号绑线辅助器。熟练的学员请按照课表练习，所以也可以在 SC5 练习到套圈绑线。但是对于刚开始的学员，我们就必须返回到初阶的 BZ3 课程，先把分解动作练好。BZ3 需要18公分的线，不带针的那种哦。线材不拘，可以是黑丝线，也可以将 K-Box 随附的针线末端剪成18公分。K-Box 上盖横向内径的设计就是18公分。这个设计就是为了方便裁剪18公分的长度。我建议刚开始的学员都能用肉眼模式练习。如果不知道什么是肉眼模式，请先点击中阶第3章我需要什么工具辅助上课呢的影片。操作的手术垫上需要安装问号形状的绑线辅助器，并且在操作之前先用双手将18公分的线在绑线辅助器上绑一个结。开始前再提醒一下学员要注意这几个重点：辅助手的位置要固定，要有宽广漂亮的甜蜜区。我们是顺时钟绕行，触碰 A 到达 B 点，再由 B 入圈到 C， 双手外旋帮助入圈。追短线时要双手追线，抓线的末端打结，避免尾圈。好，开始练习。首先，辅助手的位置要固定，然后宽广的甜蜜区，顺时钟绕圈 A、B、C， 双手追线，打一个结。因为套圈绑线的练习是用固定18公分长的纯线，所以呢，打越多结就代表你越厉害。所以我在 BZ345 还有 SC5 每打一个结都会用数字来表示。学员除了完成每次的练习，还可以挑战看看是不是能够完成超过20个结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代表你真的很厉害哦。辅助手的位置是在离绑线辅助器水平距离约2-3公分处，高约2-3公分处。在转动手制作圈圈的时候，辅助手的位置记得要固定，不要跑来跑去。在这种不停打结的练习，每打完一次结，线都会自转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打下一个结之前，我的辅助手会松开，并且重新再抓握一次，重新制作甜蜜区。甜蜜区的线希望能跟辅助手成90度，才能有效率的制作圈圈以及入圈。入圈的时候，双手要练到不自觉的切为外旋，才能够有效率的入圈。如果你对黑丝线的掌握还相当陌生，没有办法用双手抓握的力道控制丝线，使甜蜜区与左手的辅助手垂直的话，那代表你还需要退回到 BZ2， 再去了解掌握丝线的相关要诀。再次提醒学员，当你入圈之后要去抓短线，请你记得一定要双手一同追线，不要转动手要去抓短线，但是你的辅助手却固定不动，变成你双手互相制衡，最后你这个结也会溜掉。除此之外，在抓握短线时，请尽量记得抓在末端的位置，避免尾圈。可以发现，在我这21个结打结的过程当中，我不会发生有尾圈的情况，请把这个当成自己的习惯。越接近20个结的时候，是越困难的时候。这个取决于一开始你的甜蜜区的长线留得有多长。所以我建议在一开始双手打第一个结的时候，要有一个长线跟短线的区分。长线的部分是留给你做
甜蜜区使用的。当线剩很短的时候，尤其要把甜蜜区给做好。我们的线跟辅助手要呈现漂亮的90度。此外，入圈的时候也要随时记得用左手或右手的外旋来帮助入圈。还是很困难的时候，不妨放手，重新制作甜蜜区，或者加强外旋，看能不能转入这个狭小的空间。对于熟练的学员，我会建议能达到20个结以上是最好的，因为实际手术的确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，线剩很短，但是只差一个结，手术就完成了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重新上一条线，什么都要重来一次。所以在这种困难的时候，能够稍微盯一下下，那这样子对于实际的手术是会有帮助的哦。完成。这个时候，请回顾一下你的手术垫，你的结跟结之间是不是没有空隙，打得很扎实？又或者是说，你的结会不会很容易在绑线辅助器上滑动？如果是的话，代表你还可以再加强哦。你准备好来挑战了吗？跟着我一起苦练吧。